我们今天要来做一条这个带开关的延长插座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先来说一下现在的状况。我们就是这边有一台电脑嘛，然后插头是插在那个墙壁上这边，有个插座，插座有接一个延长线。到这边这个黑色的是这个电脑的机箱，延长线呢，就放在这个地方。像这个延长线的话呢，它就是有插这个机箱的电，然后萤幕的电，然后跟我有一个喇叭，就放在这机箱上面，喇叭的电，都接在这个延长线上面。因为这个萤幕呢比较老旧了，然后它这个萤幕的电源开关呢，它已经有问题，没办法按了。所以每次用完电脑呢，都要到这个开关的地方，这个插座我特别选了一个有开关的这个插座，所以要关掉萤幕呢，就必须要关开关。那要关喇叭呢，又要再关另外一个开关。那如果要关机箱呢，要再关另外一个开关。所以每一次用电脑呢，它都要开3个开关，然后用完又要关3个开关。那其实来说是不是很方便？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延长线插座就像这个样子。那它是每一个插座呢都有独立的开关。但是因为这个延长线插座主要都是接电脑的东西嘛，那我是希望它能够一个开关呢就把所有电都关掉，然后一个开关都把所有电打开。那市面上也有卖像这种延长线插座啦，像这一种单独的呢，像这种6插6切的这一种，大概就是300-500块起跳吧。最便宜的大概也要300多400块左右。那如果说你要再有一个单独的总开关的那一种的呢，一般就是更贵，要更高级一点才会有，除了6切6插之外，又多一个总开关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想说自己制作一条这个延长线，我估计这个成本呢应该是不到100块。一个开关呢就可以把所有电源都关掉，然后把所有电源都打开。那我们就不需要独立的啦，因为电脑也不太需要独立啊。你总不能说我在用电脑的时候萤幕不要开这样子吧？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影片吧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准备的东西。我们需要准备螺丝起子，然后以及这个电工的钳子，这个是具有压接的功能，因为我们今天会使用到这个端子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插座。我们这个是4插的插座，这个可以支援到125伏的 15A。一般我们电脑的电源大约都是在500瓦上下，这个125伏 15A 的基本上就可以超过1500瓦了。这边我们需要准备这个插头，这个也是125伏 15A 的。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开关，中继的开关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标示是250伏的 10A， 基本上就可以2000多瓦。我这边使用的是太平洋的电线，这是平行花线，这是50芯的，线径是 1.25 的。我们自制这个延长线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需要呢，去裁剪这个线材的长度。大概的配置方式就是这个插头呢，我们就接在这边，然后中间我们会接一个这个中继开关，然后可以控制这一边插座的通电跟断电。这样子，我们如果在用电脑的时候呢，只需要把这个开关打开，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电打开。然后用完电脑关了机之后，我们就把这边开关给关掉，就有点像总开关一样。关掉之后，我们这边的电就都可以断掉。像我今天用的这种插头呢，它就是可以90度的旋转的这种插头。那这种插头的话，用起来会比较的方便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实作，来接一下这个线路。那我主要会以这个中继开关呢来做示范。那其他2个的接法也都一样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中继开关给打开来。这个中继开关的话呢，后面这边就是有2个螺丝。那我们把这个螺丝解开，就可以打开这个中继开关。它这个中继开关呢，右边这一条呢，它是永远都是通的。后面开关切换的时候，它就会控制左边这边是接通或者是断电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2条电线呢这样子连接，
然后这个电线的话，它这边皮上面会有一条红红的，那一般这个就是火线。那我们可以把火线接在这个左手边这里，就是火线可以控制它通或者是断路。然后中性线呢在右边，右边的话呢就是一直都是接通的状态，这样子连接上去。我们先来说一下，如果不使用端子的接法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电线给分开。那传统的接法不使用端子的话，这个电线呢必须要绕在这个螺丝上面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螺丝给转下来，每一边都有2颗螺丝。那由于我们这个电线呢要缠绕在这个螺丝上面，所以电线需要拨有足够的长度。最适合的长度呢，就是这个电线可以绕这个螺丝1圈，然后还有多余的一点长度，我们可以把它扭起来。皮剥掉之后，我们这个花线的话，它就是一条一条的，我们需要把它这样子扭在一起。我的做法是喜欢把这个螺丝转下来，然后把这个花线呢捆住这个螺丝，然后再这样子转个1圈这样子，然后再把这个螺丝转回这个洞里面，然后一定要转紧。如果你不转紧的话，这个线就有可能会松脱，扯一扯它有可能就会松脱。这种呢是不使用端子的做法。我们为了要避免这个电线松脱呢，我们可以使用端子来连接。因为我今天使用的是 1.25 的平行花线，所以我今天所使用的这个端子呢，它的型号是 R1.25 之4。我们的端子长得是像这个样子，前面一个圆圈圈，这个圆圈圈呢，就是让你的这个螺丝呢可以穿过去，直接把这个圆圈圈锁在这个上面，这样就不会脱落。R 就是指这个是圆圈圈的，另外有一种款式是 Y 的， Y 的话就是像一个叉子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想买圆圈圈的，你就要选 R 的。你想买像叉子样子的开口的，你就要买 Y 的。1.25 呢，指的是这一个端子的这一根管子，后面圆圈圈下方是有根管子，那个是要接电线的地方，那个的地方就是 1.25 的，就适合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1.25 的花线。这种端子也可以用在像单芯线 1.6 或者 2.0 的单芯线，你就必须要买 R2.0 的。那后面 -4之4是什么意思？4的部分指的就是这个圆圈圈的中间的那个孔径。那一般我们这种螺丝呢，就是使用4的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设备比较特殊，螺丝比较大颗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要买比如说 R1.25 之5的，因为你洞太小的话，你的螺丝有可能会穿不过去。一样，我们这个花线要接到这个端子上面，我们必须要先拨线。拨线的长度呢，它只需要一点点，也就是它这个端子后面这一根套管的长度就可以了。拨太长的话，你的电线呢可能会挡住这个前面的洞口。拨好的花线呢，我们也是要稍微把它扭一下。再来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端子压接在这个上面。它这个套筒的部分呢，有一边它是有一个好像裂痕一样的接缝。那个接缝的话，我们要放在压接钳的那个凹槽的部分。各位就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压接钳，我这个压接钳下面呢就是一个像笑脸一样的凹槽，然后上面呢就是一个尖尖的，夹起来的时候就尖尖的就会往下压，所以我们端子有接缝的地方，就必须要向着下面圆弧的部分。我的习惯呢是先用压接钳把这个端子呢先给含住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线给插进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塞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压接钳就要大力的、用力的把它压紧。压完之后，它这个端子呢，就牢牢的固定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4个都把它做好。4个线头都做好之后呢，就像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锁上去，把螺丝穿过这个端子的洞之后，然后再把它锁上去就可以。现在4颗螺丝都上好了，但是还没锁紧。一般我们在拨线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先把这2条花线给分开嘛。可以的话，就尽量不要把它扒得太开。扒得太开，到时候这2条花线呢，它就会变成开开的，
然后露在外面，那样就不好看。等到我们放上去这个盒子之后呢，我们如果掰开的部分不够深的话，我们再把它掰开就好了。这样子露在外面的线呢，它才会是两条并拢在一起的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线呢压到它指定的这个位置上。它这个地方有条杠，那你需要把这两条线分开来，这样才不至于到时候造成短路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把螺丝锁紧就好了。不要太早的把螺丝锁紧。像我使用的这个呢，叫做电助力螺丝刀。它锁的力量没有很大。所以它锁到一定的力量，它停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再用手稍微再把它加压转紧。所有螺丝都锁紧之后，然后线都有在正确的位置上，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背盖给放回去。像我这样子，盖子可以很密合。如果你发现你的盖子不能很密合的话，就是你的线没有放到正确的位置哦。再来就把这两颗螺丝给锁紧就好了。这样子，我们中继开关的这个部分呢，就算已经接好了。那我们剩下的两头呢，就是一头要接这个插头，一头要接这个插座。做法都是一样。插座的部分也是这两颗螺丝转开，上面的这个盖子就可以打开。打开之后，它这个地方有个凹洞，这个凹洞就是线进来的地方。然后它这边左右都有两个螺丝，那就是线我们必须要锁在这边。像这个插座的部分，我们把螺丝上去，但是还没上紧。像这个线拨开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拨的不够。那我们可以现在再拨开，拨到刚刚好就好了。它这个线要绕到这个旁边外面这边，要放像这个样子，它才正确。先把线排好，再把螺丝锁紧。线如果是放在正确的位置的话，这个盖子呢，它就会很好盖。放上去它就会是这样子密合的。螺丝锁上之后，这样插座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插头的部分，一样，它这边有个螺丝转开。然后它的背面呢，它是会有一个六角的螺母，要注意不要丢掉。这个打开之后，它这个背后会有一颗这个六角的螺母。丢掉的话，你有可能就转不回去，锁不紧。它这个螺丝的方向跟前面的那个插座还有开关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一样，我们也是做好这个端子，然后再锁上去这两个螺丝，这样子。由于它这个设计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把它这两根，整个拿出来，这样子会比较好操作。电线都锁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放回这个盒子里面。像这个呢，就是拨开的部分拨太多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像现在露出来外面的地方，它是分开的，这样就会比较不好看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把螺丝锁紧，这样子插头的部分呢就 OK 了。好，最后我们这条线做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插头、中继开关，然后插座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换上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插座，然后电脑、音箱，然后跟那个萤幕通通都插到这个上面。然后我们的中继开关就是我们总开关，那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。这样坐在椅子上面的时候，这个手呢比较好操作。像要用电脑的时候呢，就只需要在这个总开关上面把它打开，那整个电脑系统、音箱、萤幕就都有电。用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这个总开关给关掉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